叫板中俄后还出兵阿富汗，印度是开始飘了吗？为何说20万印军恐怕会被打成笑话？最近一段时间，印度国内虽然面临着多重危机的威胁，但是却丝毫不影响其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在不久前，印度外长苏杰生还特意跑到老朋友俄罗斯那里告了中国一状。在被媒体问到关于中印边境的相关问题时，苏杰生竟然毫不掩饰地直接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中国。他公开表示，中印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张，完全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守在边境问题上两国所签署的协议。毫无疑问，印度外长的这个表态属于倒打一耙。我们都知道是印军在边境挑衅在先，如今他们却把责任推给中国。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这是想当美国的说客，通过向俄罗斯告中国的状，然后再趁机拉拢俄罗斯加入美国的反华阵营中。不过，中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印度仅凭三言两语就能挑拨的。在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俄方明确表示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俄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印度想要把俄罗斯拉入美国的反华阵营中，绝对是痴人说梦。有意思的是，印度在访问俄罗斯之后，紧接着又对格鲁吉亚展开了访问。要知道，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因为一些领土纠纷正处于敌对的状态，而印度显然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却还是在访俄之后又访问格鲁吉亚，这无疑是对俄罗斯的一种挑衅。对此，印度时报评论称，这是印度对老朋友俄罗斯发出的罕见信号。在我们看来，印度也许是不满俄罗斯与中国走得亲近，所以也访问一下俄罗斯的死对头，来表示一下反对意见。但是他们显然没意识到，这种行为无异于对中俄同时叫板，也许还会因此遭到中俄的联手反击。然而，在外界为印度不自量力的挑衅感到无语的时候，印度当局却还打算出兵阿富汗来填补美国撤军留下的权力真空。对此，印度时报还扬言叫嚣道，印度陆军拥有强大的作战实力，而且还具备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因此20万印度大军一旦出马，塔利班必定会被征服。可实际情况真的会像印度媒体所说的那样吗？从绝对的军事实力来看，印军相较于塔利班肯定是占优势的。但是美军在阿富汗20年也没把塔利班消灭干净，说明印军想轻松获胜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称，阿富汗境内大部分为高原山地，而且交通十分不方便。如果印军真的出兵阿富汗，那他们的后勤运输车队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为塔利班的专长就是偷袭各种运输车队，而印军缺乏提供相应掩护的武器装备。最后我们想说，印度也许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吹捧中真的开始飘了，在叫板中俄的同时，还敢出兵有着帝国坟场的阿富汗。且不说中俄会对印度怎样下狠手，估计塔利班就能把印度20万大军打成一个笑话。对于这一切，我们且静静等待吧。俄罗斯黑海舰队开始组织舰队进行开火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到底意识到了什么？为何中国也要提高警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相关消息报道，近日俄罗斯黑海舰队在黑海举行了实弹模拟摧毁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并使用了导弹和防空系统进行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报道出的演习构想与之前英国护卫舰闯进克里米亚海域的情形极为相似。他们将假想敌设为闯进俄领海的敌方军舰，在军舰进入假想海域后，对俄罗斯海军的要求没有回应。随后双方发生冲突后开火演习。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俄罗斯最近是看到了危险。如果美国为首的32国在黑海军演之后，俄罗斯没有任何军事行动的回应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试图发起挑衅侵占俄罗斯领土。所以说，俄罗斯国防部自从英军舰进入克里米亚海域开火驱离之后，就开始接连举行军事演习，派军舰潜艇进入黑海巡查。这其实就是给英国以及北约和美国在内的32个国家看的。这也是为海上威风联合军演做出的回应，表示了俄罗斯的决心。我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对黑海局势也做出了分析，他认为黑海的深度危机才刚刚开始。美国总统拜登之前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晤，拜登想让俄罗斯保持一个中立的状态，以便专心对付中国，但没想到的是，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所以拜登想开始第2步计划。拜登访问欧洲是为了劝一些西欧国家，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俄罗斯，因为只有西欧国家联合才能对抗俄罗斯，这也是美国的目的。但是想要达成这个目的并不简单，进而乌克兰、英国等国家就成为了美国的棋子。
拜登想把这些将俄罗斯视为敌人的国家先聚到一起，和他们一起拉拢西欧国家就顺利了很多。这样一来，黑海的深度危机只是才刚刚开始。美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霸权主义国家的内心是何等丑陋。所谓出来做事肯定要还，美国这样的居心叵测，极力想着怎样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终有一天会连累到自己，让自己跌入深坑翻不了身。早日清醒，正视国际关系，团结互助才是强国之道。当前中美间不会发生战争，只因中国有一张王牌。美兰德智库这一结论引发国人热议。美国正在拉拢盟友，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对抗，从远东到欧洲，从对华贸易到屡次试探南海、台海底线，这条战线涉及各个方面，并且越拉越长，使得中美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在美国兰德公司最新的一番研究中，该智库却并不认为中美间会因为美国的恶华战略而爆发直接的冲突。美国著名的智库之一兰德公司在近日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报告。该报告中，兰德公司的分析师认为，中国有很大的经济影响力，仅凭这一点，美国就不敢轻易同中国发生战争。经济实力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王牌，但是中美竞争中的主动权仍被美国掌握。据了解，兰德智库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因为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影响第三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出与他们建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这种对外政策使得推动中国当前的政治模式比美国直接发出军事威胁更为有效。对于兰德公司的这番报告而言，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无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只要是在大国博弈中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长短之处，那么就可以采取最佳战略，处理好双方的竞争关系。所以对于兰德公司坦言中国的王牌是经济实力这一结论，还是引发不少国人的热议。有观点认为，该报告中通篇没有提到中国的军事实力，这大有蛊惑中国全力发展经济而弃军事不顾的嫌疑。如果将中美对抗进行全面对比的话，不难看出，美国在文化、军事、政治等方面对中国的优势还比较明显，一时半会儿中国很难真正超越。只有经济方面，虽然中国和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最有可能实现反超的领域。所以要警惕美国渲染中国将要在经济领域超越美国这一舆论。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是坚实基础，思想建设是力量源泉，军事准备是保底手段，这三个方面都必须重视和抓好，而不是单一的只顾着发展经济。确实，这么一说的话，美国兰德智库的这篇报告是有带偏思想的嫌疑。经济在绝对的军事实力面前都只是表象。美国之所以是全球第一强国，依靠的是他那11亿艘航空母舰，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自拜登上台以后，国际形势便充满了火药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国内疫情危机，对中国、俄罗斯实施遏制战略。拜登更是接连在北约峰会以及G7峰会上多次强调团结盟友共同对抗中俄的立场。对此，这一度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世界大战的担忧，包括李显龙、杜特尔特以及基辛格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人物都纷纷呼吁，希望中俄美三国能够合作，而不是对抗。或许是骄傲自负过了头，美国历任总统从来都不相信什么所谓的合作共赢，拜登更是一个只信奉弱肉强食的人。在他们看来，唯有打压中俄才能够继续收割世界财富，除此以外，他们并不认为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哪怕是国内危机重重，也没有停止对中俄的打压。美国仗着自己仅存的那点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军事实力，肆无忌惮的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叫板，也算是帮了我国一个大忙。近日，美国空军退役上校马克·冈辛格尔抛出一个惊人的观点，声称近年来美军规模和国防预算都在持续收缩，特别是空军机队数量锐减。按照冈辛格尔的说法，意味着未来中俄一旦联手，武力统一台地区的规模和烈度将大幅增加。当然，这样一来，武力统一的战争局势必定复杂化。上述也说过，美军规模和军费近年来在持续收缩，空军机队数量的减少必定会导致美军缺乏足够的制空能力，无法有效对抗单一的侵略者。因此，届时美国很有可能会联手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日本等国家介入。值得一提，此前台退役将领建议美军应该在台预先储存军事装备，以便美军使用。美军都无法做出有效反应，预制武器还能有效果吗？有趣的是，随后冈辛格尔就建议美军应该提高大规模精确打击的能力，升级和改造现有的航空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港辛格尔炒作中俄可能会联手攻台，就是在为美军索要军费做铺垫。总之，不管怎么说，一旦美国和中俄展开全面军事竞赛，必定会引发世界性灾难。而美军无论如何炒作中俄威胁，都暴露了内部虚弱，进入台海或者波罗的海都没有必胜把握。台独最担忧的事可能要发生，连美国都没有信心，仅凭台自己根本惹不起中国。不管之前怎么装作不知道，真到了爆发战争的时候，以美国的自私性格，台独很可能会沦为弃子。